富商深夜遭不明歹徒残忍枪杀，突如其来的枪击案震惊了当地各行各业。警方随即展开全方位调查，却发现这起恶性枪击案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这个藏在黑夜中的杀手究竟是谁？他又在策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答案就藏在中国经典犯罪神剧《征服》里。废话不多说，开聊。故事发生在2001年的河北衡州市，也就是现实中的河北省会石家庄。剧情一开始就是针对衡州地区黑势力团伙头目赵小军的抓捕行动。当时赵小军团伙高层正在某酒店秘密集会，看得出来赵小军还是很有盘面，刚下车就各种颐指气使。但他想不到的是，这家酒店早就埋伏好了卧底，就等赵小军自投罗网。没错，就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门头小哥。赵小军被小哥一堆彩虹屁夸得心花怒放，给了小哥不少小费，但这也成了他在阳间的最后一次消费。见大义上钩，武警部队快速包围了酒店。衡州市最大的黑势力团伙被警方兵不血刃直接光速团灭，也给正在召开的省人大会议开了头彩。这里要补充一下，实际上在征服的世界观里，赵小军他是衡州实力最强的大 boss， 他的现实原型叫赵建林，是石家庄当年有名的地头蛇。所以后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其实都可以理解成是衡州黑道群龙无首的大混乱时代。说回剧情，正在大家准备为取得这号战果庆祝的时候，本次抓捕行动的负责人衡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国庆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破了原本喜悦的气氛。原来在抓捕行动展开的同时，就在距离人大会议召开的礼堂不到1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恶性枪击案，死的是当地天虹贸易公司的老总吴天。这里我们就要稍微回溯一下进度条。光头吴天这天正开着自己骚包的跑车准备回家，但殊不知他早就已经被一伙人盯上，而盯上他的就是本剧的主角刘华强以及他的手下金宝、大鹏、陆彤3人。埋伏在胡同里的刘华强看到吴天露脸，立刻别停了他的跑车。不等吴天说话，金宝、大鹏直接抄起喷子把吴天喷成了筛子，随后开车跑路。零点乐队从此就没了主唱。不过随行的陆彤好像心理素质不太行，还没等行动就开始帕金森。看完前来现场，直接惨叫连连。刘华强一看自家队伍里出了阴怪，这可不行。在逃跑的路上，他带着陆彤下车，来到一座郊区的烂尾楼。另一边，经过对案发现场的调查，徐国庆很快得出结论：所有的中枪部位都是致命伤，犯罪分子要做的就是杀掉吴天，所以基本可以定性为仇杀。这场恶性杀人案也被批准立案，被称之为428枪击案，由徐国庆亲自带队调查。正式立案之后，徐国庆立刻开始部署调查吴天的社会关系。而杀掉陆彤的刘华强回到家，自己的女朋友李梅马上问陆彤的下落。刘华强随口编了个谎，说给了陆彤1万块，把他就地开除了。此时李梅表现出非常恐慌的状态，看了已经知道刘华强做了什么。他问刘华强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而刘华强也留下了贯穿本剧的 flag， 等办完事儿就离开衡州。那他到底要办什么事儿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吴天被枪杀的消息很快就在衡州闹得满城风雨，得知消息的黑白两道各有各的打算，但其中有一个神秘女人却莫名恐慌。这个女人叫李丽，是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总，也是本剧的重要角色之一。不过目前为止，这个人还没什么动静，咱们放到后面再说。连杀2人之后，刘华强迅速消失在了夜幕中。那他究竟为什么要杀死吴天？徐国庆又要如何破案？童年经典神剧《征服》，咱们书接上回接着聊。第二天，刘华强带着一束花来到了医院，停留在了一张病床前面。很明显，刘华强来看望的正是床上躺着这位被纱布缠着木乃伊的患者。从刘华强关切的眼神可以看出，躺在病床上的人似乎对刘华强非常重要。在前往医院的路上，金宝对陆彤的死一直耿耿于怀。虽然被刘华强用他不死我们就要死的话说服，但是从金宝那个有点委屈又有点便秘的表现来看，两人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所以说刘华强的 team 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刘华强倒也不是完全靠恃强凌弱来聚拢自己的团队。比如说自己团队里的人如果结婚成家，刘华强也会发遣散费让他们离开。面对混黑道一直不坚定的金宝，刘华强直接给了急需用钱的金宝家寄了10万块钱。要知道20年前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10万块。果然一套操作之后，前一秒还随着可能脱团跑路的金宝，转眼间就变成了甘愿卖命的急先锋。虽然这种行为的本质是没有文化素质，纯粹从匹夫之勇的莽夫行为，刘华强干的也是杀人放火的买卖，但这个片段还是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感悟。混黑道的想让小弟卖命，尚且知道得先给够买命的钱，可个别号称狼性的上市公司大老板，一边指望员工996，一边又舍不得给钱分肉。扯远了，咱们回到正题。徐国庆和刘华强两边是各有各的部署。先看徐国庆，前面说到，警方开始重点调查吴天的社会关系，很快就找到了大白天去洗浴中心打野的秦永军，并且从秦永军口中得知，有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做掉吴天。李刚曾经因为非法持枪有过案底，而自己的女神又成了吴天的姘头。掐指一算，仇杀、情杀、枪杀，几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刚。既然这哥们儿可能是犯罪嫌疑人，那就抓呗。警方先带着仙人老太太来到了李刚的家，
结果李刚不在，李母还一直在跟警察打马虎眼，来偷袭徐国庆这个50多岁的老同志。但徐国庆是讲话劲儿的，李母的小聪明很快就被识破。同时，徐国庆还根据李刚家相册的合照，判断出他藏在了舅舅家。因为考虑到李刚可能持枪，徐国庆一边调集武警和刑警往李刚舅舅家赶，一边交代当地村干部盯住李刚。结果遇上一位上完期喝大酒、化身9岁蝴蝶的派出所所长，因为所长喝成了大舌头，导致村长听错了目标，盯错了人，让李刚趁乱骑摩托车逃跑。但没跑多远就被徐国庆开枪下停。这下不仅抓到了嫌疑人李刚，还捣毁了李刚舅舅家的赌窝。当然了，咱们都知道警方抓错了人，什么时候线索才能查到真凶刘华强身上？咱们慢慢往后看。在警方展开对李刚审讯的同时，神秘女人李丽再次上线。这次她找到了刘华强的前妻，正在医院照看病人的汪素娟。这个病号正是刘华强杀掉吴天当晚送花看望的人。汪素娟看到李丽之后，脸色马上阴下来。李丽倒也没说太多，让汪素娟把一包东西交给刘华强，并声称这都是为了他好。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位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被抬进了手术室。汪素娟赶紧给刘华强打电话，刘华强想去探望，却被李梅拦住。看得出来，此时的李梅非常害怕。可急于脱身的刘华强又一次祭出了他的 flag， 等办完事就离开杭州。刘华强最终还是带着李梅来到了医院，前妻把李丽的东西交给了刘华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手机和一包现金。刘华强只留下了手机，用来和李丽联系，把现金全给了前妻。从前妻的嘴里，我们得知他俩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女儿蕾蕾。孩子一直想见爸爸，但被刘华强拒绝。可说到马上就是蕾蕾生日的时候，刘华强的嘴松了，表示当天自己一定会到。走出医院，刘华强向又害怕又生气的李梅透露，原来躺在医院的这个病人，这是刘华强的亲弟弟刘华文。刘华强杀害吴天，很大可能就是为了给弟弟报仇。428枪击案似乎有了一些眉目，刘华强这边又开始准备新的行动。这次他盯上的人叫封彪，根据小弟提供的情报，他住在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注意，这个地址是个重点，一会儿要考。刘华强已经早早安排金宝和大鹏搞了副新的车牌，到封彪家附近踩点布控。在反复确认目标是光头胖子还有一个女伴的特征以后，刘华强开始伺机准备动手。就在这时候，李丽送来的手机响了，李丽开口就质问刘华强：“吴天是不是你杀的？”刘华强不置可否，李丽再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要求他们快点离开杭州。从这通电话里，我们得知，原来李丽就是李梅的亲姐姐。李梅死心塌地的做刘华强的情妇，不愿离开。为了保护妹妹的安全，李丽才一直在暗中关注刘华强，并一直劝二人赶紧跑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警方已经完成了对嫌疑人李刚的审讯。徐国庆只有眼看就判断出李刚顶天就是聚众赌博，根本不是杀害吴天的凶手，线索算是暂时中断了。不过这时候，工具人 NPC 齐永军再次上线，向警方透露了另一个消息：除了李刚之外，还有一个叫周国权的老哥，也曾经扬言要杀掉吴天。要说这个吴天也是个神人，明明出镜也就1分钟，加上这人作案的刘华强团伙，为情的、为钱的、寻仇的，个个都想杀他。整个以人人都是猪队的活靶子，这边借吴天的墓碑上可以刻一个新名号：杭州小董卓。很快，周国权在自家汽修厂被抓，不过这时候也是看自己没犯事，还在审讯室各种258万，除了重申自己没有杀吴天，就是找警察要华子抽。但周国权这也是小聪明，遇见徐国庆这种警戒大拿，立马就怂了。根据周国权交代，几年前吴天还在开游戏厅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叫刘华强的人发生过冲突，结果就是刘华强要吴天赔偿20万。前面说了，那年头10万块就算天价，刘华强张口就要20万，吴天当然不愿意掏，于是就想找个外援帮忙调解一下。很快，同样都是混道上的周国权就被吴天请来做中间人，帮着跟刘华强砍价。三拨人约在一家高级酒店谈判，吴天和刘华强谈得还不错，不仅没有爆发冲突，原来讹诈的20万也降到了7万，算是个 happy ending。刘华强是道上的老炮，讹诈也多少讲点基本法，他能张口就要天价，肯定也已经做好了被砍价的准备。现在吴天按规矩请了和事佬，给钱多少都在刘华强的算计里，无非就是卖个面子给周国权和吴天，得了实惠，又不至于闹得太僵。这事在上帝视角的我们看得明白，可周国权估计没看破，真以为自己有多大奶能，可以摆平悍匪刘华强。抱着扬名立万吃大户的心态，老周跑去找吴天借2万块钱画画。吴天倒也不是不借，但要求周国权写欠条。这种无理要求，周国权怎么可能答应？他可是3言2语就劝退华强100万雄兵的黑道大哥，今天不敲诈了你吴天，你还怎么在道上继续混？结果视财如命的吴天也应了一回，不仅不给钱，还给周国权一通羞辱，俩人就此结下了梁子，这才有了周国权扬言要弄死吴天的说法。要钱碰了钉子的周国权带着小弟去洗浴中心，刚进桑拿屋就被一群人堵了门。带头的是个长得神似朱一蛋加3赖子，又形似剑表达人大能的长毛，对着周国权就是一刀。要说周国权也是个神人，明明是黑吃黑的活，他居然报警了。砍他的人没找到，反倒是自己留下了打架斗殴的案底。种种迹象都表明，周国权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口嗨怪。果然，在警方第2次提审周国权的时候，
老周也不要华子了，不仅把自己打野被干 的事和盘托出，还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刘华强曾经和风彪结仇，而风彪就是无天游戏厅豢养的打手。至于周国权脱队的说辞，作为认证老司机，28号晚上他是人在河北已经飘的失联，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有了周国权的口供，刘华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野里，这让警方为之一振。但警方的收获可不只是刘华强的名字那么简单。到此为止，警方通过排查吴天的社会关系，不仅把目标锁定在了刘华强和风彪的恩怨上，还顺便抓了一个聚赌的，一个嫖娼的，撸了一个赌职的所长，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有了周国权的口供，警方顺藤摸瓜，很轻易就抓到了风彪的2个手下，一个是在酒店颠勺的厨子张鹏，另一个是正在 KTV 嗑药的高二林，也就是前面捅了周国权的长毛。长毛是死咬着不松口，而胆小的张鹏却全招了，不仅告诉警方风彪有个姘头，还提供了这样的住址：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前面也提到过，刘华强踩过点的小区就是这个光华小区，但是你们有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呢？别着急，咱们后面揭晓。得到风彪的住址之后，徐国庆立马开始布置行动。警方这边进展神速，刘华强却遇到了问题。李丽把刘华强一个人约到了一个果园，要刘华强把妹妹交给自己。刘华强虽然同意，可同行的李梅却坚决反对，铁了心要跟刘华强在一起，这让李丽很尴尬，小丑成了她自己。李丽、李梅这姐妹俩到底有啥矛盾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且说这刘华强离开果园之后，自己一个人先下车去了医院，发现女儿蕾蕾和前妻正在照料弟弟刘华文，一家子算是在医院来了次团聚。如果只看这一段，能多了看出刘华强残存的人性。特别是在和蕾蕾相处的镜头里，刘华强也像一个普通父亲一样。但当听到前妻说刘华文可能要摘掉一个脾脏，他立马又变回了冷血的表情。回到家的李梅分外紧张，因为她能猜到自己的情人正在干什么，恐惧和紧张让她只能靠捏泡泡止解。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打消李梅的恐惧。她忍不住打开了刘华强的抽屉，找到了一把手枪。现在一切都坐实了，刘华强就是一个持枪的悍匪，很可能身上还背着命案。那种跌落的绝望感，就跟当年乔碧罗直播翻车、光速注销账号的榜一大哥心情差不多。同一时间，李丽约了徐国庆的部下，也就是专案组成员女警王冰，到一家那个年代特别适合装逼的日料店吃饭。这里我们知道，王冰托李丽帮自己的妹妹进税务局，而因为李丽曾经是桥北分局警察的缘故，王冰对李丽也就并没有戒心，三两句就聊到了428枪击案，并告诉李丽他们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就离开了餐厅。李丽一听完犊子了，看来自己这个没过门的妹夫怕不是要翻批水。情急之下，他抓紧联系刘华强，结果刘华强没带手机，接电话的是妹妹李梅。李丽于是就坡下驴，约了妹妹出门喝茶。金宝大鹏还以为李丽接的是刘华强的电话，也就没拦着他出门。姐妹二人见面之后，还是老套路。李丽要求李梅快点离开刘华强，李梅回李丽，她不会离开刘华强。李丽问你过得不好，为什么不离开刘华强？李梅答我过得再不好，也绝不离开刘华强。李丽要李梅赶紧停顿跑路，李梅说因为爱情，老娘偏不。最后，李梅用一句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会生气的，这种前女友拿现男友对前男友的金句，结束了本次谈话，转头打车离开。李丽没有强留，而是开车跟着李梅，顺利找到了刘华强等人的窝点。当然，这个时候除了李梅之外，并没有人知道老巢暴露的事，所以看完弟弟的刘华强按着计划带着金宝大鹏前往风彪的家。但前面讲了，徐国庆也得到了风彪的住址，立马派人准备围堵。也就是说，两边的人正在同时往同一个地方赶。那么问题来了，假设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多久能够相遇？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两拨人随时可能撞个满怀。刘华强这边先警察一步到达光华小区，小弟金宝和大鹏带着枪来到了3号楼2单元401。刘华强则稳坐正中面包车，俗称望风。两个小弟到了之后才发现，早上踩点还在的防盗门不见了，这一度让两人开始怀疑人生。撬开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住户刚刚搬了家，屋子里除了一地垃圾，什么都没有。紧接着，过来堵封渊的警察也进了光华小区。这下，外面望风的刘华强可慌了，他并不知道屋子里发生的情况。从大的视角看，不管警察是来抓人的，还是来拜寿的，风彪现在就在楼里。俩小弟看见风彪，一定会开枪，枪声就会吸引警察封锁小区，自己就得变成屋里的王八。这一段情节，刘华强可以说是把一个犯罪分子的恐惧表现到了极致，全程躺在车座上不敢抬头，以防被警察看到。他手里虽然提着枪，却急得瑟瑟发抖，一头冷汗。好在屋里没人，小弟只是从满屋的垃圾里带回一张收据，上面有搬家公司的信息。在沉吟片刻之后，刘华强决定打开车灯，就从警察面前逃离现场。能从极度的恐惧中冷静下来，还能快速想到最安全的逃命方式，不得不承认刘华强确实是个狠人。离开之后，刘华强找到搬家公司，很快被通过搬家公司的账本查到了搬走住户的新地址。警察这边则顺利找到了风彪的姘头李东，虽然家里只有李东一个人，但女警王斌还是靠一支一路在卫生间的刮胡刀，确定这里就是风彪的巢穴之一。可能有小伙伴要问，风彪和李东不是已经搬走了吗？怎么警察还能找到李东呢？这里咱们就得回拉一下进度条了。
在警方的情报里，风彪住在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在刘华强的情报里，风彪则住在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少了一个甲字。原来光华小区的开发商认为大家会排斥4这个数字，觉得不吉利。为了房子好卖，所以把原来的4号楼改叫甲3号楼。所以说，风彪住的甲3号楼其实就是小区的4号楼。但刘华强的小弟传递情报的时候搞错了，只说了3号楼，而3号楼的2单元401住的也恰巧是一对夫妻，男的又恰巧是个光头，而且两口子恰巧于当天搬了家，这才让刘华强扑了个空。假如这对夫妻晚一天搬家，可能刘华强团伙当晚就得团灭。刘华强根据新的地址，很快来到了那对夫妻的新家幸福小区。老规矩，老大刘华强望风，2个小弟带枪上楼做事。小弟假装物业敲开了住户的门，不等住户反应，连开4枪把住户打死。刘华强哪里知道杀错了人，自以为得手的他马上撤离了现场，又带着一束花来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刘华文。这差不多算是兄弟俩的一种暗号。刘华强每杀掉一个仇家，就会带一束花来看弟弟，只是没想到他这次杀掉的光头并不是风彪。幸福小区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到了现场，发现了几个纸箱子，里面全都是各种盗版光盘。可是刘华强一行人冒着集体翻车的风险，就干掉了一个麦片哥。放到现在，刘华强绝对算是直播间里一名尽职尽责的房管了。除了缴获一堆盗版碟，警方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4枚弹壳。经过检测，这4个弹壳跟428案现场找到的弹壳一致。徐国庆马上表示，2起案件并案调查。但是2起案子合并之后，却遇到了大问题。原本靠调查吴天的社会关系，已经基本锁定了刘华强，可现在突然又死了个麦片哥，这人跟刘华强、风彪也没啥关系啊。总不能是刘华强想买点激情四射的片子，结果拿回家一看是葫芦娃，于是就杀了麦片哥泄愤。麦片哥这种职业本来就实验违法，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老哥又是当天才搬的家，社会关系的资料一片空白，一旦备案侦查，等于要推翻原来的所有推论，从头查起。从这个角度看，刘华强的这次误杀反而成了迷惑警方的一枚烟雾弹。警方的调查陷入僵局，刘华强这边也不好过。杀完人之后，刘华强就发现里面的行为有些反常，逼问之下，里面把约见李丽的事和盘托出，而且也把自己看到被李丽跟踪的事讲了出来。这下彻底激怒了刘华强，他不让李妹到处跑，就是怕暴露自己的行踪。结果现在老巢都被人找到了，被众人拦下之后，一行4人连夜搬家跑路，临走前还把自己的指纹毛发清理一空。看得出来，刘华强是一个行事非常谨慎且细腻的人。可问题又来了，他们能记住在搬家的时候把所有的生活痕迹清除，可偏偏要把弹壳留在案发现场，还遗留了2次，这就不太细节了。刘华强刚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连滚带爬跑路的举动，我觉得也跟刘华强的原型有关。没错，就像开头我们讲过的赵小军原型那样，刘华强在现实里也有自己的原型，叫张宝林。他还有个弟弟张宝义，也就是剧中床戏担当刘华文的原型。根据警方后来披露的信息来看，张宝林、张宝义兄弟在石家庄的势力并不大，特别是跟前面提到的神秘人风彪的原型孙大红比，资历和势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但张家兄弟属于那种特别好勇斗狠的混混，虽然有点名气，但根基并不深。这也是刘华强为什么一直都过于谨慎的原因。至于为什么现实世界名气平平的张宝林化身刘华强之后能成为一代人的回忆，我思前想后，只能说你个流氓眼都太像了。到目前为止，如果算上被枪杀了的陆彤，杭州市短短1周的时间，已经发生了3起枪杀案，死了4个人。警方在并案侦查之后，要如何破解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案情？连夜逃走的刘华强又要何去何从？他背后又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速看经典《征服》的第1期，也就是原剧的前5集，就先说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剧情里，我会继续带大家探寻刘华强的黑道心路历程，揭露风彪究竟何许人也，砍杀刘华强弟弟的仇人到底是谁？刘华强又准备在复仇之路上走多远？而且接下来的几集还会出现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和这瓜保熟2大名场面。本期视频点赞过10万，咱们3天之内更新下一期。偏偏中不中用你们清楚啊，希望大家能给个机会啊！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